大家好，我是阿角。今天的主题是人为什么会孤独？孤独的本质是什么？我在一次思辨的聚会中跟朋友们讨论了这组。一开始我们讨论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会感到孤独，我们请每个人说一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例子。于是朋友们分别提到了这些情境：身在异国语言不通时，刚毕业的时候，大学1年级没抽到宿舍，单独住在外面的时候，分手后，退休后，思考生命时觉得相较宇宙自己太过渺小，生命太过短暂，不被需要，找不到分享对象，找不到同类，断开跟其他人的连结。当有人际需求，想跟别人有内心的深层连结，前面6项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是环境出现重大改变。第一个，身在异国语言不通，比如外派或留学，单独到了陌生的国家的时候。第二个，刚毕业，也就是突然脱离了大学4年生活，不再是学生，身份上出现重大的转变，并且你必须跟感情好的同学分离，各奔前程。第四个，大学1年级没抽到宿舍，单独住外面，这情境指的就是你脱离了高中生涯，第4必须亲自到陌生的城市找住的地方，且因为你是新生，也没有熟悉的朋友可以依靠讨论。再是分手后，也就是交往很长时间，你已经习惯了伴侣的存在，分手后你突然之间无所适从，过往的习惯似乎在心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。退休后，过了数十年的上班生活，突然间不再有工作这固定的重心，短时间你觉得很开心，但是突然间又觉得无所适从。思考生命时，觉得相较宇宙自己太过渺小，生命太过短暂。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，阶层是处于比较高位阶的人，的确比较容易出现这类的感触，自觉相较宇宙浩瀚，自身比蝼蚁还不如。那么以上这6点我们要怎么改善呢？以上6点刚刚说了，都是环境出现重大改变，那它的原因其实也就是未知感。在演化观点上，我们熟悉的环境不见了，就会产生大量的未知，未知就意味着危险，意味着不确定，所以会让我们人类的本能感到恐慌不安。而我们常规的比较常看到的改善方式大致如下：你身在异国语言不通，其实只需要重新花点时间摸索新的环境，把未知尽量消除。比如实际上异国的人可能都很亲切热情，只要你自己愿意主动并释出友善的态度，那问题就不会太大。而如果你刚毕业了，其实你毕业后依然可以建立新的社交圈跟重心。你大一的时候没有抽到宿舍，但是你也可以主动跟班上同学在学校的期间积极认识大家，并表达自己的友善跟感受，让大家能接纳你并且帮助你。因为你的这些班上的同学他们也是大一新生，他们其实跟你一样对周遭都觉得很陌生，所以其实并不只是你渴望帮助以及有跟同班的连结，他们同样也是。至于分手后，你只要积极一些，依然可以发现自己周遭有很多优质的对象可以选，自己并不是没人要，根本是没得选。如果你的生活圈比较小，你同样可以主动一些，自己开拓自己的生活圈。而退休后，你同样可以有新的社交圈、目标、重心，以达到你的身心平衡。只要你不沉溺于舒适圈，就不会温水煮青蛙。如果你觉得你相较宇宙自己太过渺小而感到孤独，其实单纯就是你不用过度放大自己的视角，看得过度遥远，甚至远超过人类当下的能力极限。在你能力还远远无法企及时，你就活在当下即可。孤独感是一种身体本能的警讯，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活下去的一种探测器，探测你现在势单力薄，容易死亡，还是说你现在身处一个强大的团队中，你有着比较好的活下去的本钱。所以当你的身体产生了孤独感，其实它是要告诉你该找同伴了，为了生存下去。但这是源自古代情况的讯号，来自古老的本能，不是那么的理性的。假如你现在很健康很安全，就不需要有这盲目的感受。再提醒一次，孤独感是演化的一部分，类似身体的疼痛，是身体受到伤害的警讯。这些警讯的目的大致相同，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生存着，减少你的死亡率。穿插一个常见的孤独的例子，朋友们聚会了却没有问你，仅仅因为你最近太忙比较少出席，他们就自动略过你。还有一种是比较高层次的孤独，取高和寡，高处不胜寒。比如有100层的大楼，你单独站在最顶层，其他大多数的人在20-30层以下。远方有海，但低楼层的人看不到，甚至这生中他们连世界有大海都不知道。而你不但看到了大海，也看到远方有海啸正袭来，可能半小时后就会重创这栋大楼，但底层的人连有大海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去想象海啸是什么东西。于是夏虫不可语冰，于是你站在顶峰，
众人皆睡你独醒，单独一人承受着这认知带来的压力、恐惧、担忧，这便是另一种孤独。但本质依然相近，与求生力的强弱有关。如果每个人都跟顶层的人一样，一起看到远方视野危机，就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思考对策，进而提升你的生存几率。类似的例子还有，比如科学家看到了地球正在暖化，又或者有大智慧的学者看到国家畸形的政策方向，正慢慢引导国家走向衰败灭亡。或者特定领域技艺顶尖的人，单独一人面对未知，探索更上一层楼所带来的孤独感，感受有类推性。不同性质的事情可能导向相同的情绪结果。我在 Google 简单的搜索了一下人为什么会孤独，看到了很多篇的文章，有些内容我觉得颇具体蛮不错。虽然没有写到孤独的本质，但还是写到了一些现象，这些现象是很多人常常会有的孤独的情境。我把文字精简了一下，我在这边提几个这些文章中所描述的比较常见的孤独状态，大概有6点。第一点，来到了新环境的孤独。2，当你发现自己原来跟对方不一样。3，你觉得没有人懂你。4，别人不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。5，你发现没有值得信任的人。6，你有被别人提及，或者你被大家遗忘了。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孤独的情境，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共同性质，它本质是一样的。这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经过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本能。如果我们以演化角度来看，那可能要往前回溯几千年前、万年前，也就是生命渴望活下去的本能。我们人类为什么害怕孤单？为什么害怕孤独？如果我们不是以现在的视角来看，而是几千年前、几万年前的人类视角来看的话，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。在古代的人类，如果我们是单独一个人，往往是不容易生存的，因为古代不比现在，一个人非常容易被不同的狩猎者猎食。这些猎食者可能有狮子、老虎、熊、蟒蛇、鳄鱼等等，而人类必须要抱团在一起，跟大家聚在一起，才形成一股强大的生存能力，以跟其他猛兽对抗。所以孤独的本质很可能就是人类的生命为了延续下去，人体基因中所刻画的一种本能，也是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生存能力。它功能是警告、警讯，提醒我们要抱团，找到同伴们，然后更好的活下去吧。情境再度切换到古代，再举个例子，那你可能就更清楚了。比如你到了一个新村落，对那个村落而言，你就是外来种、外来的陌生人。在古代这种相对更不文明的时代，资源匮乏，资源不稳定，人吃人可能都很常见，所以你不但可能被奴役，可能被拿来当食物吃掉。孤独是一种警讯，告诉你你要赶快找同伴，不然你很容易就挂掉。所以我们要把孤独跟警讯画上等号。孤独感是一种求生的能力，人类的基因演化速度很慢，尤其是跟人类的科技文明相比，人类基因演化的速度完全跟不上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，于是导致一个强烈的矛盾，就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到了现在高科技、高人文素养，但是我们人类的基因却还是很落后，我们基因中很多旧的古老本能跟不上时代，而这些来不及被汰换掉的古老基因本能之一，就包含过度强烈的孤独感。而人类这种孤独感、这种抱团求生的本能也并非没有道理。比如纵观历史，人类就一直在斗争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人类常常会分黄种人、白种人、黑种人，然后不同国家之间也会互相掠夺厮杀。自古以来的宗教战争，然后现在的不同宗教之间对立，即便在台湾这种比较小的地方，也会战南北、战男权女权，或者为了挺各自的偶像，粉丝之间会对立，然后不同学校之间也会占学校、占学历，即便是在同个班级上，也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小圈子，然后小圈子以外的人就容易被霸凌。即便是人类之间也如此好斗，那人类有抱团的本能，确实也很合理。古代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而现代也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只是比古代多了更多的伪装、谎言。肚子饿、口渴也都是警讯，人类为活下去的基因本能，这些警讯功能在提醒你赶快喝水，你不赶快喝水吃东西，死亡很快就会朝你扑过来，然后你就会死掉挂掉。孤独如果没有人告诉你，你为什么就无法那么直观的联系到死亡呢？因为它不像肚子饿、口渴那么直观，孤独很抽象，需要你一层层的推演推导才能看到它本质，然后最后你才会发现它跟肚子饿、口渴一样，
都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活下去，是为了让你要远离死亡。这就是孤独感的功能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理解了。你仔细推敲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你有了严重到开始影响你身心的孤独感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你应该要用更强大的理性压下你的感性，压下你盲目的孤独感。我不是在说现代人就不需要交朋友，我要强调的单纯是，我们人类现代人的孤独感其实是被自己的本能过度放大了。如果你盲从你的本能，那你很容易无限回圈，因为你会发现人的孤独感是很难满足的。你单独一人会觉得孤独，但你在朋友的聚会中也一样可以轻易感到孤独。所以最后再提醒你一下，孤独感可以是敌人，也可以是朋友。适当的孤独感会激发你求生欲，让你主动去寻找并且建立更好的社交圈。但是过度的孤独感则很可能会将你吞噬，影响你的心理健康，进而也破坏了你的生理健康。孤独感的破坏很强大，如果你不正视它，了解它，它就会变成一头巨兽。所以要勇敢，要直面孤独，了解它是什么，然后不要再被牵着走，因为你才是主人。孤独感只是你生存下去的工具，你不该盲从，不该被它牵着走。记住，孤独只是人类演化之下的产物，为了让人类延续下去的工具。以上，我是阿角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欢迎跟我互动，尤其是多留言。我也希望从各位的问题反馈中刺激自己思考不同面向，得到更多的成长跟体悟。谢谢大家。